我一口都没喝到。就怪你，笨蛋玄机。好吧，我是笨蛋，你喝醉了，我们早点回去吧啊！来，不许回去，我的难题还没有解决呢。还有什么题啊？我的难题就是你，玄机，你总是这样不管不顾，往人心里钻，让人心神不宁，梦寐难忘。你说，你该当如何？心神不宁，梦寐难忘。哎，思风，我4年没见你，我也经常梦到你的，这让你很困扰吗？你也是如此吗？你不用这么快回答我。你听明白我的心，再回答我。思风的心怎么跳得这么快？该不会是生病了吧？思风，你心跳怎么这么快啊？你不会是生病了吧？我们去找医官吧。这里有个天窗，我们从这儿飞出去。许城山水与你慢慢讲，3口一声谁能无恙？苍天也曾犯同样幻中生响，还以为我能假装没爱上，以为我不想就不伤，6年这般兴风作浪，多1秒都跌宕，一点一滴思念昭彰，谁在意多荒唐？秋风里壮看梨叶一成行，只差一步天荒，是悬崖也硬闯。思风，你怎么不理我啊？说话呀！你干嘛呀？玄机，你要知道，你摘了我的面具，就要对我负责。我摘了你的面具，我当然要对你负责了。是吗？只差一步天荒，是悬崖也去闯。太香了，思风，你怎么了？这花太香了，我鼻子不舒服。你闻，是不是很香？是不是？挺香的。别闹。
楚玄机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司凤，你喝多了。这是福玉岛的姻缘石，天界几百年前陨落下来的。典籍记载，若是上天注定了情缘的两个人来到姻缘石面前，神识就会显灵，照到两个人的身上。那跟我们两个有什么关系啊？我要和你试一试。假的，破石头，我要砸了它！哎，司凤，不行不行不行，这是福玉岛的东西，我们还是不要碰的好。破石头破石头，你别理他，万一把人招来不好。快快快，我们回去吧，快啊，走。好了，哎呀。司凤，司凤，你醒了。这是醒酒汤，你趁热喝吧。我自己来吧。没事儿。这是什么声音啊？好像是有客人上岛了。会不会是玲珑和六师兄？我们去看看吧。副公主，好巧啊！弟子参见副公主。出门前我说什么来着？亏得公主对你寄予这么大的厚望，怎晓得这面具困不住你？你倒是知道了揭下这面具的法子。小姑娘长大了，我都有点认不出来你了。你幸运啊，是她替你摘下的面具。你们又要怪司凤，她的面具是我摘的，跟她没有关系。有什么事情冲我来。姑娘不是离泽宫的人，本座怎敢冲你来？不过，这面具真是你摘下来的？当然。雨思凤，本座可要恭喜你，能够顺利摘下这面具，你可是离泽宫第一人呐！这有什么顺利不顺利的？我看见司凤受伤了，我害怕她有事，就把面具给摘下来了。好，非常好。离泽宫倒是有一个从未有人用过的老规矩，但凡能够摘下这面具，离泽宫便不再强留。雨思凤，你也算圆满了。不过，这面具要交还给离泽宫，要向公主交代。面具呢？副公主，弟子在高士山与紫狐斗法之时，把面具弄丢了，不小心掉进了深渊。丢了？
那这是什么？这面具在哭啊！合着这没结呀？那就不是这么回事了。雨思凤，那你就亲自回去跟公主交代吧。副公主，弟子还有很多的疑惑未解，请给弟子一些时间，我一定会把问题了解清楚的。对不起，玄机，我不能陪你去找玲珑和米言了。你在这里，等着上元派的人过来接你，千万不要一个人独自涉险。你一定要回去吗？那我跟你一起回去，我很担心你。这是我自己的事情，你放心，我没事的，我肯定会回来找你的。玄机，告诉你一个秘密，做人真的很难，但你是让我心甘情愿的人。若玉，带雨思凤回去。是。等等，又怎么了？我是告诉你，过几天我会去离泽宫接司凤的。姑娘，你是不知道离泽宫的规矩，离泽宫不得女子进入。那我就在外面等，而且我要你给我一个保证，司凤不会受到伤害。不要以为离泽宫的人都这么好脾气。雨思凤是离泽宫的弟子，犯戒受罚，是死是活都跟你没有关系。我也没有司凤的好脾气。如果你给不了我保证的话，那今天司凤必须得留下。留下？以什么身份留下呀？你知不知道摘下这面具意味着什么？我知道，摘下面具要负责的嘛。面具是我摘的，我会负责。要怎么负责？你说。嫁给他，你愿意吗？副公主，嫁给他。原来司凤说的负责就是要成亲啊！原来难倒他的事情竟是这样，都怪我没有好好听明白。看来楚姑娘有点不情愿。我愿意，如果只有成亲，才可以不让他受罚，那我可以跟他成亲。司凤，你为我做了这么多，我为你做这些，我是可以做到的。楚姑娘，如果你是心甘情愿的话，它会变成笑脸，但是它没变。这个破面具，我都已经答应成亲了，你为什么还没有变？你根本就不是心甘情愿。你胡说！副公主，请给弟子和玄机一些时间。本座已经给你足够的时间和机会了，带走。我看谁敢！我不明白，让一个破面具来决定人的生死，这是我听过天下最无稽的规矩。今日，我就要毁了这个破面具！这面具是昆仑树皮所做，坚硬无比，怎么这么轻易就碎掉了？定坤，他怎么会有定坤？现在面具已经毁了，你更没有理由伤害司凤了。面具碎了，雨思凤罪加一等。我绝对不会让你们带走他的。怎么，你还想对本座动手？玄机，你别冲动。你一而再再而三地冒犯本座，休怪我不给你爹爹面子。你敢螳臂挡车，那就试试。
傅红儒，玄气，玄机，静心咒，静心平气，物我两宁。玄机。傅公主，究竟是什么事，让你居然不顾尊长的身份，倒是和小辈动起手来啊？这邵阳派的小辈楚掌门的千金，拿着定坤剑叫我放人，来势汹汹，我很是惶恐啊。傅公主所说的是传说中坠入人间、再无踪迹的天界神器？傅公主误会了，那把剑不过是家师传给玄机师妹的命剑罢了。虽说铸剑材料是费心难得之物，但也并不是什么神器。没错，小女玄机修行的资质本就平平，又怎能驾驭得了神剑呢？哼，行，你们都说了，我就当认错了。好了好了好了，都少说两句，还是说正事要紧。大家都知道，如今天机珠在我福玉岛上，只是我派去调查轩辕派的弟子至今未归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也一无所知。如今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这天机珠中灵石的去留。灵石？那我为何不知啊？傅公主，非常时期，我希望咱们大家开诚布公，就不要再互相隐瞒了。千年前，天界将4把灵石赐予人间正派镇守，福玉岛、离泽宫、轩辕派、点睛谷各持1把，保存在各派的法宝之中。根据玄机带回来的消息，这天虚堂早已知晓此中玄机，已经瞄准我们手中的灵石了。没错，这一路探来，妖魔界已不再积弱，而是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。他们若只是想利用灵石救出魔域左使吴知奇也就罢了，我担心的是，他们有更大的目的。据说，他们想要复活的是魔煞星。魔煞星，小孩子讲笑话。我觉得也不可能，魔煞星早在1000年以前就已经灰飞烟灭了，怎么复活？这只不过是天虚堂痴人说梦罢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保护灵石还需多加小心。我看不如这样吧，等点睛谷的荣谷主上岛之后，我们大家在一起从长计议。这里皆是天界最厉害的神器，喜欢什么尽管挑。
战神将军，这定坤剑乃是上古凶剑，戾气甚重，你还是……我就要它了。帝君，你没事吧？啊！小仙看到战神命柱闪烁，不知何故，原来是帝君在给定坤施术。啊，虚惊一场，虚惊一场。我本想斩断定坤与他的联系，拿走定坤，确实不成。怎么？我动定坤，他的命柱也会受影响？可不是嘛！现在只怕这定坤的戾气太重，让战神的记忆复苏啊，战神之力呢，又恐怕会随之苏醒。哎呀，帝君，您当初就不该那么随性的把那剑给了他啊！您说您是怎么想的？就为了他一时高兴吗？啊，是不是？您说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添麻烦吗？您英明神武，总能想到办法的。小仙多虑了，多虑了。我先用法诀封住此剑神力，压制住其戾气。帝君，你没事吧？以这人界之身压制这把神器，终究还是费力了些，也不知还能压制多久。司命，你速回司命殿，将战神的命柱尘封，禁锢住他的过往。定坤也好，别的也罢，绝不能让任何力量来激发起他的记忆。帝君，这……人界的事你不能随便插手，可守护命柱乃是你分内之事。那些他不该记起的，最好什么也不要记起，才最安全。小仙领命。战神的命柱封好了，可是这记忆也给封住了。帝君又是万年不变的别扭性子，他们的爱恨情仇啊，都难追寻喽。只盼着帝君能够早日渡成战神，待他携手回归天界。哎，那我这本三界恩怨录也能好好写上一写了。嘿嘿，哎，放我进去！司命老头，司命老头，你快点啊！哟，腾蛇，神君。司命老头，等下，谁是老头？我哪儿长得像老头？哼！我问你啊，战神这次历劫所去何处？战神？神君问战神干什么呀？哼，当然是去找他比试比试。啊？你过来，说，你过来，出大事了！啊？什么事儿？
我跟你说，你可千万不能告诉帝君啊！我看守的那把定坤神剑被我给弄丢了。这么大的事儿，哎，所以啊，我得在帝君发现之前，赶紧去找到战神，把我的定坤神剑给拿回来才行。你赶快告诉我，战神现在哪儿？老子才不是去找他打架的呢！哎呀，战神力竭脱身，乃是大道命数啊！这等天机，小仙如何愧得呀？你这小仙也忒没用了。算了，老子去别的地方查。对，定坤这事千万别给我说出去啊！你就是个臭蛇，我都给你记下来。醒了。浩辰师兄，司凤呢？司凤怎么样了？有没有见到他？他是不是被副公主带回离泽宫了？他没事，你可以放心了。那就好。玄机，你还记不记得出关时你对师父发下的誓言？你发誓会一辈子守护秘境，那么一切当以守护秘境为先，怎么能随便说出驾驭他人的话呢？可是我摘了司凤的面具，如果我不负责的话，他会受到惩罚的。荒谬！离泽宫何时有这样的规矩？而且无论如何，那都是人家离泽宫自己的事。你能插手这一时，你还能永远干涉人家门派的规矩吗？随便答应驾驭他人，难道你就这么打算丢下你爹爹、你姐姐，还有去跟别人独此一生了吗？哦，我还没想那么多呢。罢了，一会儿我便带你去离泽宫，跟他们说清楚，成亲一事只是你随口一说，不能作数。不行，我已经承诺了，怎么可以出尔反尔呢？司凤的事情我不能不管。你现在竟连师兄的话也不听了？我没有。没有？好，我问你，你去高士山做什么？你去找什么了？我去高士山找万劫八荒镜了。师兄，你别生气，我知道我答应过你，不再去找万劫八荒镜了。可是我真的想要恢复60，我想变得跟大家一样。我有一个朋友说，他了解这个镜子，他说万劫八荒镜不是邪镜，他只是可以看到过往而已。朋友，不就是那个雨司凤吗？师兄这些年对你的尽心教导，竟敌不过别人一句话。司凤想的跟我一样，我想自己体会所有的感受。再说了，人长了心就是为了想的，生了眼睛就是为了看的，生了鼻子就是为了闻的，生了嘴巴就是为了吃的。如果这些都放弃了，那我还能做什么呀？世间万象，人心叵测。你下山时，师兄教导过你，要你时刻自省，绝不可为他人蛊惑。没想到你竟还是动了欲念，你真的太叫师兄失望了。我看这个历练也没必要继续下去了。你回邵阳继续在旭阳峰修行吧。不行，玲珑和六师兄还没有消息呢，我要去的。闵行、闵觉已前往高士山寻觅玲珑和闵言，不需要你做什么。先罚你禁足在这浮玉岛上，每日修炼10个时辰的静心咒。等这边的事情一结束，马上跟我回邵阳，再也不许踏出邵阳半步，终此一生，安安分分地做个守静者。不行的，师兄。还不回去？你知不知道摘下这面具意味着什么？面具是我摘的，我会负责。要怎么负责？你说。嫁给他，你愿意吗？你还记不记得出关时你对师父发下的誓言？你发誓会一辈子守护秘境，那么一切当以守护秘境为先。随便答应驾驭他人，难道你就这么打算丢下你爹爹、你姐姐，还有去跟别人独此一生了吗？
傅公主，弟子们还在等待，要现在带司凤回去吗？不必了。既然那丫头都要为他拼命了，就把她留下来。情人咒面具的碎片带回来了吗？在。这可是昆仑兽的兽皮呀，就这么轻易给碎了，有意思。你就不好奇那丫头对我们的司凤到底是不是真心？弟子不知。试试就知道了。是。昆仑不死术，原来是情人咒。面具已除，咒却没解开。于司凤，看来你是定要穷追不舍，向玄机索情求爱了。正好，浩辰师兄没在院子里看着我去看看司凤怎么样。之前的较量还没结束呢，不妨现在接着一试。我不想跟你打架。那我就带司凤走了。如果我打赢了，你就不带司凤走了是吗？那就要看你的本事了。玄机，你没事吧？莫非他并不是这剑的主人？没事。傅公主，你这是何意？莫非是因为玄机顶撞了你，你就要私下寻他的晦气？这样对一个后辈，未免太有失体面了吧？我就是看他手上这把剑厉害，想见识见识，以为少阳派出现了一位后起之秀，也不过如此。我希望傅公主以后离玄机远一点。你好大的胆子！为了这个丫头，你敢这么跟长辈说话？上次面具的事还没完呢，你想罪上加罪？我都答应跟司凤成亲了，你们还想怎么样？你摘下我们司凤的面具仍是哭脸，说明你待司凤不是真心。我怎么向离泽公交代？不过念在我们的司凤是离泽公首徒的份上，我给你们一个机会。傅公主，是想要玄机中心灯吗？你的生死在此一宴，你不想试试吗？我也好给公主一个交代。这心灯是什么呀？小丫头，把这个碎片埋藏在土壤里，以真气浇灌。若你有心悦之人，愿倾心待之，2日内它就会生根发芽，长出新灯。到时候新灯摘下，捧在司凤手上。若新灯在司凤的手上明亮如初，说明你对司凤一片真心。要不要试一试？不就是心灯吗？我中。好，我等你的结果。玄机，刚才那么危险，你为何不用定坤的力量去对付他？我也不知道这个定坤到底怎么了，他好像刚才有了脾气。不管了，我要先种这个心灯，我一定要把这个心灯种出来，这样傅公主他们就不会来找你麻烦了。羽少侠，此院乃我少阳派驻地，你随随便便就这么闯进来，不合适吧？原来是浩辰师兄，好久不见。我经常听玄机提起你，他说他的功法全拜浩辰师兄所授，真是受益匪浅。可我倒没怎么听玄机提起过你，想来与你不过泛泛之交。玄机心性单纯，又不通人情世故，为了帮你，随口说出什么都不足为奇，请羽少侠千万别放在心上，更不要一厢情愿的期待什么结果。
玄机，你中的心灯会成功吗？是落花骄傲吻在你肩膀，是物是生非的夕阳，小风起，树雨下。小师妹，小师妹，你吃点东西吧。不吃不吃，我什么都不吃。小师妹，你这样身体会受不了的。不吃不吃，你不要再来问我了。情别已在试探我，你多难忘。还以为我能怎么办？时间快到了，还是没有种出来，怎么办？再种不出来，司凤怎么办？流年这般兴风作浪，多一秒都跌倒。一点一滴思念潮涨，谁在意多荒唐？秋风里壮看梨叶一成行，只差一步天荒。你本无心，又如何种得出心灯？那玉思凤他来招惹你，活该他自食恶果。他竟然种出了心灯，我不过短短数月未能看顾他，竟让他产生了情爱之念。此念一生，终要毁了他最后渡劫的生机啊！情缘未央，此生在遇上，辗转成路上泪几行。命运这般兴风作浪，叫人就去回肠。爱本来是无泪不忘，谁在意多？这便看不出什么了。明日2日期满，心灯不生，那玉思凤也该死心了。是悬崖也去闯。哟，瞧人家这不紧不慢的，被人掌门千金追着喊着要嫁，多风光啊！可真是给咱们离泽公长脸了呢。长脸？咱们离泽公的规矩都成了笑话，他一人之事拖累整个离泽公，可真是脸大呢。都是同门，两位师兄何必如此？司凤虽不喜传那些是非口舌，不代表这些闲言碎语不会传到公主耳中。哼，莫要和他们一般见识。若玉，你这倒罢。离泽公的规矩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掉了面具是何等重罪，我怎么会不受罚？这罢算是个小惩，对我的警告。今日天虚堂兴风作浪，我算是跟他们打过交道。公主特许我随副公主前来处理相关事宜，事毕了再拉往若13界。我还天真的以为，会不会宫规终于有了一丝丝人情味？看这个结果，是我想多了。所以我更担心你，司凤。我先前不知你面具竟然如此，今日时限已到，玄机他能种出心灯吗？会有先例的事，你问我，我也全然不知。我相信玄机，他既然能摘下我的面具，他对我肯定是真心的。我怎么睡着了？
种出心灯了。帝君，帝君，原来帝君种下的这个昆仑木可以种出心灯啊！不对呀，您天上人间修的都是无情诀，怎么可能种出心灯呢？而且还这么大一个啊！估计是这个楚玄机，他拿着你的心灯，不但没有枯萎，反而明亮如初，真有意思啊！真有意思。不过是让雨丝凤知难而退的手段罢了。司命，你若觉得管理司命殿清闲，我不介意把你扔进忘川，然后在渡厄桥上走一遭。帝君慢走。哟，楚玄机那丫头还没来呢。司凤，看来你期待的这颗真心悬喽。四凤，我把心灯种出来了。你看，心灯我种出来了。我就知道，你肯定能种出来。太好了，这心灯至真至诚，说明玄机你心中确实有愿倾心相待之人。我现在已经把心灯种出来了，你怎么说？不会再带司凤走了吧？赶快交到司凤手上，我离泽宫的弟子今天可以在场作证。若心灯交到司凤手上，还光芒如初，验证你心中那人就是司凤，那我离泽宫再无话可说。你说话算话。这怎么会这样？呀，玄机你心中的人，不是我们司凤啊！司凤，这个心灯明明是我种出来的，他怎么会？你想救雨丝凤于危难的这份心意，自然是不假。玄机，我问你，你想帮雨丝凤解围，不想她被离泽宫惩罚，才答应与她成亲，是吗？是啊，我想帮司凤，难道这不是真心吗？对，我少阳派向来仁义当先，我师妹玄机不过是动了恻隐之心，做善事罢了，并无他意。今日在此，此误会解开。还请诸位将我师妹之事就此接过，莫作谈资。浩辰在这里谢过诸位了。玄机，走吧。可是司凤，我没事。玄机，你已经做了很多了，接下来
就让我自己来解决。回去吧。思风，我是不是搞砸了？你看我的那一眼，一眼就罢了罢了，谁又能说这想救朋友的情谊不是真心的？太令人感动。司凤的事情，我就不追究了。楚玄机，这下你可以安心了吧？你说的是真的？你看，傅公主都已经开口了，肯定没问题的。别担心，回去吧。玄机，走。司风，没事。你是春池的微风，吹开云海的愁，懂我魂魄，修炼我温柔，化作不朽。我可以沦落，可以承受千年的寂寞，你给过的梦已经足够我幸福很久。司风，你是沉睡的情感深重，抹上眼角的朱红。若此生不懂，来世再叫醒我。看尽世间明灭，尝尽风雪，日月却共灭。可惜了，你这情人咒是解不开了，想留你就留在这儿吧。没有什么比满心期许被人亲手掐灭更痛苦，也没有什么惩罚比这情人咒发作更让人痛不欲生。司凤，我没事。玄机，他本就和其他人不一样。自从我遇见他的时候，他很多事情都和常人是不一样的。早该避他而去了。所以，除非玄机自己的抉择，其余的我都不信。静心静气，云淡风轻。这七星云很安宁，说明我这静心咒练得不错，应该不会哀嚎陈师兄骂了吧？我没事，你已经做了很多了。师兄说，都是我让司凤闹了笑话。刚才司凤看着好难过，傅公主还会再为难她吗？坏了，走神插了真气了！司凤，怎么这么不小心呢？我刚才在练静心咒，然后满脑子想的都是你，所以一不小心就走岔了真气。满脑子想的是我，那你心里面想的是什么？我……玄机，你说要跟我成亲时，难道只是出于义气和怜悯吗？你心里就没有觉得对我有一丝一毫别的什么想法？别的什么想法？那日在酒窖，我已经言明了我的心意。你要是不明白，那我便让你更明白一些。
怎么了？我的心怎么乱蹦的都快跳出来了，好难受。师傅，那个，你要不要尝尝这果子？果子特别甜。你今天被福公主骂了，肯定心情不好吧？你吃了果子会不会开心一点？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你怎么那么奇怪？师傅，玄机，我喜欢你，比所有人、所有事都喜欢。我不想和任何人分享你，我只希望你永远都只属于我一个人。这个簪子是我爹送给我娘的定情信，我现在把它送给你。师傅，这个簪子太宝贵了，你应该好好保存，怎么可以给我呀？就是因为它重要，我才把它送给你。我希望你能认清我的心意，也认清你自己。我上次就误拿了六师兄的东西，搞出那么多误会来，这次我不能再乱拿别人的东西了。师傅，我没有想到摘了你的面具你会变得那么奇怪，早知道有这么多麻烦，我就不摘你的面具了。这个簪子我不能拿，你拿好。玄机，玄机，玄机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怎么是凉水啊？我好热，好难受。发生什么事了吗？哎，玄机，玉宁，你说我脑子是不是出问题了？我满脑子都是私愤，我也不知道怎么了，好难受，好热。你说我是不是生病了呀？还是什么中了那个奇怪的法术？是，怕不是司凤对你这里施了什么法术了吧？这里？真的吗？你是真不知道啊，这种法术叫做动心。动心？就好像我看到我们翩翩潇洒的身影，我的心啊也会像小兔子钻进去了一样，砰砰跳个不停呢。啊！玄机，可是我以前也不会这样啊，我对别人也不会这样啊。那当然，因为司凤不一样嘛。不一样吗？那所有动心的人都会这样吗？玄机看上去一派天真，其实啊胆大妄为。不过，若不是怕耽误修行，我跟翩翩也早就……会耽误修行？那是自然。你可知道，多少仙侣最后为爱相守，连修仙也作罢了。啊，那看来这也不是什么好事嘛。都是个人的选择，
书好书坏，别人说的都不算，得看你自己了。你本该无心无觉，缘何动了情念？绝不能让你陷落此中。玄机，你怎么了？我也不知道怎么突然脸红心跳的，我要回去冲个冷水澡。这正是大道无情诀根基不稳时遇到的症状。有时旁人靠得太近，说几句蛊惑话语，便会生出你刚刚那种怪异感觉。你最近有遇到过吗？我之前跟司凤说话的时候，好像也有过这样的情况。这真的是练功练出岔子了吗？你跟与司凤相处时也遇到过？嗯，这正是你修行不稳引起的症结，你要警惕，莫要与他靠得太近了，以免走火入魔，害人害己。这么严重吗？师兄又怎么会骗你呢？你呀，只管听师兄的话，摒弃杂念，服以静心咒，好好修行才是。